小刘，我自己带的火花塞可以在这换吗？不可以，要不你去别的修理厂看看吧。你们老板小兰呢？叫他出来一下。叫他出来也没用呀，这就是他自己说的。我还不信呢。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你在里面吗？出来一下。在的，在的。怎么啦？我是你的粉丝，为什么别人带的机油可以换，我带的火花塞不能换呢？现在我们不接待自带配件的客户了，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种机油，还有火花塞，品牌不同，换上去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到时候就说不清楚了。我这个没关系，你给我换上吧，出了事我自己负责。你的车是什么问题呢？怎么肯定是火花塞坏掉的呢？我来发动，你看一下。发动机很抖，而且不好启动，转速表还忽高忽低的。确实是，火花塞点火不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先给你拆下来看一下是不是火花塞坏了。这个火花塞确实不行了，间隙特别大，上面还有很多积碳。我说我最近的油耗也高了，这个跟积碳有没有关系？有的，我给你把火花塞全部拆下来，看一下缸内的积碳多不多。如果缸内有积碳了，就会出现发动机抖动、火花塞点火不好，它这个车里面肯定是有积碳的。1缸和4缸的间隙是最大的。把内窥镜插进去，先来看看1缸的，已经看到积碳了，这些黑色的都是。2缸也有积碳，堵得也比较严重。3缸看起来稍微好一点，4缸明显看起来都有一层积碳了。这些积碳要及时清洗掉了，再开下去，活塞环的积碳会越来越多，造成烧机油，严重了活塞环会卡死，导致发动机拉缸。这个要怎么清洗？这么深？可以使用燃油宝，是专门清洗缸内积碳的，也可以清洗油路和喷油嘴。把积碳清洗干净了，油耗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，动力也会增强。燃油宝你们这里有吗？有了帮我拿1瓶。不行，你先给我加到车里面吧，这些我放起来。你这个火花塞多少钱买的？99块钱买了4个，你快给我装上吧，我看看效果。你这个买的也太便宜了，要不用我们店里面的吧？不用不用，你就用我这个吧，买都买回来了。行吧，如果不能用，你可不能怪我。好，不会怪你的，我全程都看着呢。那我先给你测试一下火花塞都点不点火，别等一下都不能用。你进去发动一下。可以，4个缸都点火。他这个火花塞买的确实有点便宜，如果不是客户说出了事情不让我负责，我还真有点不敢给他换。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修理店给车主换了自己带的火花塞，最后火花塞断在发动机里面了，赔了6000块钱。小兰，我这发动机怎么还是有点抖啊？不会真的是我买的火花塞不行吗？不是的，现在启动都很正常了，是缸内积碳的问题。加了燃油宝，跑一段时间，到时候就不会抖了。好，那我先跑跑看。拜拜。希望这个粉丝换的火花塞能正常使用吧。小兰师傅，你是不是快要结婚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前段时间你不在修理厂，是不是拍婚纱照去了？还是你聪明，到时候我结婚了，你来吃饭。你结婚了，肯定就没有时间外出修车了吧？这个要等结完婚才知道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吧？我想给你借一下车，晚上兼职跑下货拉拉。可以呀，你要借哪一辆？下面那个全顺吧，车厢比较大，也可以多赚一点。可以的，想多赚钱是好事。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货拉拉公司办理一下手续。Later。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车的行驶证，年检快过期了。今天我们就先给这个车过一下年检吧。年检过了以后，你跑货拉拉我也放心一点。我还没有给汽车做过年检呢，我不会呀。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下，年检都需要检查一些什么，粉丝们也可以看一下，我带你们了解一下全部的过程。年检主要检查灯光、刹车、外观、座椅，还有排放。在去检测站之前，我们首先要自己先检查一遍，特别是这个排放，第一次过不了，系统就会锁定你的车牌，第二次找黄牛也是没有用了。第一步，先检查灯光，要保证全车的灯光都可以正常使用。转向灯、右转向、刹车灯、倒车灯，可以，灯光都是好的。第二步，检查刹车，刹车好不好，踩个急刹就可以了。如果能磨出这样的痕迹，那么年检一定能过。
第3步，座椅一定不能少，特别是面包车，有很多人都喜欢把里面的座椅拆掉拿来拉货，年检的时候一定要给它装回去。像我这个车的座椅全部都已经拆掉了，现在要给它装上才能进行年检。师傅，年检就这些步骤吗？当然不是啦，还有很多，还有一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。先把座椅装上吧，我等会儿再和你说。让一下啊，小颗心。这还有2个灯，都给它装上。小兰，我现在这个车油耗特别高是什么问题？油耗高有很多种原因，你先把机盖拉开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你这个火花塞应该是换过的吧？前几天刚换的，喷油嘴也清洗了，但是油耗还是特别高。3元催化有没有检查过呀？没有检查过，这个也会影响油耗吗？当然啦，如果3元催化堵住的话，不仅动力会下降，氧传感器也会受到影响。氧传感器是可以控制喷油量的，所以油耗才会高。3元催化堵得严重的话，水温也会高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先给你把氧传感器拆掉，看一下有没有积碳。氧传感器上的积碳好多呀，内窥镜放3元里面看看有没有积碳。你这个3元催化果然堵住了，这些黑色一块一块的都是积碳，已经堵住将近1半了。那你帮我换一个吧，我这个车下个月要年检了。你这个不用换，换一个老贵了，你这个车估计得1-2千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们这里有经常来修排气管堵住的，所以我就准备了很多这种3元催化清洗剂，这个我都卖了2年多了，反馈效果都很好。而且它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每次加油前把它加在油箱里面，1箱油兑1瓶，然后它就会顺着油路经过发动机燃烧，再通过3元催化分解，把附着在3元上面的积碳全部都从排气管排出去。这个1瓶就能清洗干净了吗？正常1瓶肯定是不行的，新车没有积碳不用清洗，超过1万公里使用1瓶，3到5万公里使用3到5瓶，10万公里可以使用8瓶或者更多。像你这个车3瓶应该就够了。粉丝们，3元催化一定要经常清洗，这样排气管才会更通畅。3元催化清洗干净了，像发动机抖动啊、油耗高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。现在品牌方也推出了高浓度小瓶的3元催化体验装。它可以清理积碳，还可以预防堵塞，车开起来更有劲。灯都装好了，你说的年检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啊？还有一步就是排放了，这一步是很关键的。我之前有个客户去年检没有检过，然后车牌就被锁定了，最后只能换个城市去年检，特别的麻烦。其实不管排气管是冒黑烟还是蓝烟，或者汽油味特别重，这些情况检尾气一定是不合格的。现在来前面检查一下手刹，先启动车辆，拉手刹。踩离合，挂1档，慢慢松离合。如果熄火了，说明手刹效果很好。还有车身的颜色要和行驶证上面一致，不能有明显的改装。钢圈的尺寸和轮胎的尺寸是不能加大的。以上这些就是年检需要检查的了。走年检去。工作人员在帮我预约年检。这里是离我最近的检测站，我的车已经开进去了，里面是禁止拍摄的。现在我们2个都进不去，只能去这个营业大厅等待一下，希望能一次检过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兰，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修理工平常都在做些什么。今天我来的比较早，依依还没有起来，我现在把门打开。这个小金毛是我前几天捡的，早上来了一般都是先给它做个早餐。出来。它的腿脚有点不方便，它还比较小，放点奶粉和狗粮拌一下，等会儿吃的时候会软乎一点。过来吃早餐了，盯着。小金看着好瘦呀。我也要去弄我的早餐了，我们这里离镇上比较远，所以早餐也是随便弄一点吃就行了。买了3桶泡面，先给依依小调泡上，等会儿他们来了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师傅，你今天怎么来那么早呀？早餐都给我们准备好了。你吃哪个？你选一下。那我吃这个吧。今天外面有几个车要修，我给你们2个分配一下工作。依依，你等一下把里面的水浮兰做一下保养。小雕，你等一下把外面的那个大众换一下点灯器。我今天来修这个车的钣金，它这一块被别人撞了，都凹进去了。我打算把这一块叶子板拆下来，用锤子敲平整，然后再刮腻子喷漆。
它这个叶子板之前修复过，敲的全部都是印子，生锈了。先把凹进去的给敲出来，再装上去对比一下位置，没问题就可以打磨了。再用修复机把一些比较小的坑给拉出来。师傅，你来一下，你刚刚让我保养那辆车发动机故障灯亮了，不知道怎么弄。先用电脑读一下故障码，我给你去看看。好。依你以后在干活的时候，在身上带一个万车宝，车子亮故障灯了，随时随地都能检查。先把万车宝插在 OBD 接口上，打开手机上的万车宝，它就会自动连接识别车型。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功能，故障扫描、深度检测、数据流、蓄电池检测，这些功能对我们修车都很有用的。发现有故障了，点立即检测，故障检测30秒左右就可以出结果。检测出来一个故障，点开看一下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故障。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坏了，你跟客户说一下，问他修不修。粉丝们，这款万车宝我建议你们也可以在车上备一个，把它插在车上，它可以随时随地监测你自己的车辆。如果有故障了，手机上也会立马收到提醒，而且检测出来的故障也会给你提出维修建议。就算自己不会修，也不会去修理厂花冤枉钱了。不，车主说要换一个新的凸轮轴传感器。好的，我让送配件的送一个过来。这个万车宝你拿着吧，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自己检测一下。不知不觉已经11点了，来街上买点饭菜，顺便调个油漆回去。师傅，那个雪佛兰已经换了传感器了，故障灯已经不亮了。好的，洗个手，你叫小廖一起来吃饭吧。好。今天这个车我要给它修好，客户明天要取车，开干。这个是原子灰，放一点固化剂，搅拌均匀，刮在车上。宁波这2天比较冷，需要用烤灯烤一下，烤干之后还需要用打磨机把表面打磨平整，然后再刮一遍腻子。这次要用320的砂纸来打磨，用太粗的砂纸容易把之前的腻子打磨掉。这个是红灰，它比普通的腻子要更细，也是用来填坑的。红灰不需要用烤灯烤，它干的比较快。把表面吹干，没有水分就可以开到烤漆房喷漆了。喷漆的时候不能着急，要慢慢的来，也不可以盯着一个地方一直喷，不然油漆会流下来，看着很丑。这个就是喷完的效果。油漆已经喷好了，需要在里面晾衣。这就是我们修理工的一天。这几天生意比较好，每个人都有活干，比起打工，自己做生意还是要好一点。今天的生活日常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